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我呀，我不是不会拔剑，我只是不想拔剑，懂吗？干！嗯。这，我的剑呢？剑。小公子，要不今儿就算了，我去和世子爷说，也不用。不，时间刚好，我感觉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小先生，客房在这边。你有没有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？春风吹过，热似最耀眼的长夜下的海上，为我在拼搏上，你还恨着分明，为我江湖的模样，鲜艳自来的赌场，看尽在体力之上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哦，我们见过。你是谁？我姓萧。在下百里东若君。我知道。关于学堂之事，我想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世子殿下，方才小公子那一剑很好。
是没有拦住我。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，藏不住的。区区10日，东军的剑力怎么会增进到这个程度？难道真如你所说，他体内有着一流高手的内力？瑞儿，世子爷，小公子在拔剑之前做了什么？小公子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喝了酒，喝了好几个时辰，把他窝里藏的所有酒都给喝光了。和上一次在明剑山庄一样，他也喝了不少的酒。看来，在他处于晕醉状态的时候，他体内的那股力量就出来了。都是那人所为。我一直都对一件事情很有疑惑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当年你以1剑赢万甲，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剑折身死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，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如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如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前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
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文虎九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陆仪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它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雨滴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乡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，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细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振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
我还有第2件。哦，这是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挥丝渐渐手中心照不住坦荡，问出是一道光。师傅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，师傅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傅，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你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傅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
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。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。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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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当然，好嘞。哎，你说他一会儿会坐过来吗？小二，哎，自然。来来来，喝茶。
多谢。哎，这一路你也没有看我一眼，也不同我说话，为什么？如果日后你真的进了学堂，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兄。你的考学品行都与我息息相关，到那时候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，想不理我就不理我啊！我不是不想理你，我只是有点害怕，害怕你会一直认为我还记恨着你，所以啊，有点尴尬。还是孩子气。不，这叫少年气。好，那你且说说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以为你记恨我？因为你来了，我师父死了。哎，这是事实。可这却是两件事儿，这两件事看起来有着脱不开的干系，但归根结底，若不是一开始我的剑灵舞剑，大家也就不会认为我的师父还活着，深藏乾东城，那我的师父也就不会死。所以这么看起来，真正害死我师父的人是我呀。哎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唉，放心吧，若我真是一直这么想，也就不可能走出乾东城了。我真正的杀师仇人是那两个不明身份的无法、无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还请雷兄还有小先生不必多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明事理，不愧是以后要做我小师弟的人。你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不错。尽管我想了很久，并且想了很多道理来说服自己，可我的心中仍有一股怨气。若不是你来，或许我的爷爷加上我的舅舅就能护住我的师父了。所以，我心里仍然很想打你一顿。好，那便等有朝一日你能打得过我的时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可知道我们萧若风可是李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？我呢，虽然比他早入门几年吧，但我却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你要能打得过他，估计也得等你七老八十了吧？很快，他便不是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喽。哦，为何？因为那便会是我了。哈哈哈哈！来，很好，这完全没什么作用啊。不是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？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可能啊！你没有那内力，你怎么用得出西蜀剑歌的呀？我知道了，定是你的师傅用了什么法子，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套吐纳的内心功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。不用谢我，哼哼。看来我得收拾收拾回乾东城了。如仙的徒弟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？你谁呀你？
说了你也不懂，干嘛告诉你？这些剑招果然精妙，知道精妙便好。不过空有剑招，没有内力，不堪一击。都说了没有内力，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？停！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你也别考验我了，我武功真就这样，没什么藏私。考验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你难道不是学堂里那些外院弟子之一？雷梦山说的没错呀，天启城藏龙卧虎，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回去又要被师子爷给嘲笑死。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，还颇有些神往。这才过了几天啊，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。你若是敢羞辱我，你小心我……我可叫人了我。你身怀绝世剑招，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打击了一下，就失去信心了。你不是学堂之人，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培养你，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，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，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就被人发现，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制，封住了你的内力，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，比如醉酒。你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。年轻不代表弱，学堂李先生西楚剑如二仙成名的时候也不过是年轻人。我和如仙不算朋友，但是有过一段机缘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现在是时候该还他这个人情了。你能帮我解开禁制？贸然解开禁制，被封多年的内力会瞬间涌遍全身，你不死也是个残废。再说了，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融入你的身体。怎么做？学习内功。呸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跟雷梦莎一个套路？去，就剩几天的时间了。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，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？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说的内功和雷梦莎的也不一样。今晚我再来。今晚我没空。弱者没有说不的资格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？我不是也说了，我晚上没空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和叶云情同手足，你若回天启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定是来看望他。这些事情都是师父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。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，我教你内功，你送我美酒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云哥，走了。
父亲，母亲，孩儿不想今天才来看你们。我从前跟你们说，我不想做大将军，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。如今，我也算完成了一半。今天来看你们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。我给你们舞一会剑吧。爹，娘，等我，为你们沉冤昭雪。来吧，选一坛吧。一坛可不够啊。山雨来风满楼，红烛东，迎鸟夜。草木皆兵惊鸿飞，天下混沌，烽烟乾坤局。长啸歌息，卷狂一心不羁。烟消快意，谁能把余愁留在风里？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，名字叫落花流水。无心舟，雷霆映照血泪。流水刀剑血，心若浮躁苍蓝，我就过生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看来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。郝俊秀的功夫，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？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确实是好酒，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。有暗器，老七，我们去干他。有什么暗器？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。放心吧，来人没有恶意，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他？不是，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谁？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，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，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。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十足的内功心法，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！我憨吗？以后我每来一日，你就送我5坛酒。
如何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酒没了可以再酿，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，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哎，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！哼，来吧，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如果是你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是，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！我想起去年啊，这是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我还是头一次进来。我这次可准备齐全了。我给的。还好。我第一次来啊。这莫非就是雷梦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一千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，连个外院学生丢的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啊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走吧，走吧，坐吧，这边请，这边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准备开始。所谓文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一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倒有些午时3刻即刻行刑的意思。
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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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公子有何吩咐？3路客栈，哎，去找雷梦莎公子，把我的大包裹给我拿过来。找谁？废话多公子雷梦莎，去吧。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谁的助考室啊？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？多谢。原来是他呀，什么都不会，睡觉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，你还真像他们说的，打算在这睡一觉啊？是啊，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？你还真信呐？玩笑，玩笑。哎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刚杀的北蛮羊腿，还新鲜着呢。这就是我准备的东西，有意思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了吧？酿酒？酿酒？我呢，身无长技，只有酿酒这项技艺是我从小锤炼的。既然要比文武之外，自然要拿最拿手的出来。可是酒不是越陈越好喝吗？这6个时辰内就能酿出好酒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酒有陈酒的酿法，新酒也有新酒的酿法。这世间酒有千种，各有一味，也并非越陈就越好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欢的。别光看我呀，你那羊腿还在桌子上休息呢。就来了。此人不错。这手刀法看起来似乎普普通通，细微处却显露了真功夫，可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考完给他发帖子吧。那九皇子选中的那位少年，你是说萧若风带回来的那个？父皇遣他去了一趟乾东城，他便带回来这么一个人。你说这人能是什么来头？镇西侯府整个朝堂谁能拉拢得动？更何况这镇西侯是本王登临大宝的最大绊脚石。
嚯，你这可以啊！弄好了？是啊，之后每间隔1个时辰换一个热水袋就可以了。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。等我的羊肉烤熟了，咱俩的晚饭就有着落了。羊肉配酒，越过越有。那就要看你的羊肉好不好吃了。唉，不过你说的倒也对，估计咱们2个只能赶个末尾喽。这前排和末尾有什么意义呢？总跟能进就是了。谁说没有意义？第一就是第一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江湖客，无门无派，姓燕，名菲菲。至于考什么，你下来，我告诉你。考什么？就考这个。你偷东西！哟，这轻功可以啊。我见你的轻功也不虚啊。偷东西多难听啊，这叫妙手空空。我这赌坊里啊，还来了个千手千眼的佛爷。看这手法，应该是神偷空灵儿的徒弟。东西还我！敢问这位童子，我这可算是过了初试。既然你要展露的是这手妙手空空之术，那么我便不是你的考官。三秦，我名三秦，你有3次机会从我身上偷走一件东西。我怎么确定你身上有没有东西啊？那就靠本事来确定。这是轻功3步追缠。若是这样，还算是文武之外吧？轻功算不算武功？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叫《明月》的画本，里面有位剑客给一个轻功高手说过一句话：轻功不代表武功。巧了，我却也看过。不过后来那个轻功高手也回了他一句话：但是速度代表了我和你的距离。三飞燕。小心点喽。抱歉，抱歉。如何？考生燕飞飞通过初试。多谢。还有，考官，我也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我叫尹落霞，我来比的是
谈啊，客气客气。有趣，此人竟是换了个身份。怎么，这么好看吗？看傻了都。不是，我怎么看他的眼睛那么眼熟？你怎么看谁都眼熟啊？在剑林那会儿，你不看我也挺眼熟的吗？没少用这招套近乎。呸！别瞎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她跟仙子姐姐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。赌，到赌场来比赌？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？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，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风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听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啊？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这个风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总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。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风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上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，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！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月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这么好弄。
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。嘿，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！嗯，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嗯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九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老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，哈哈哈。双地妈梅，好牌？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地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这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哎呀，什么运气？你看出至尊宝，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！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？我若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晚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从来不会出现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哦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叶鼎之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，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
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，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。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初试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啊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哎，看时候应该快学了，还不出来，还不成？少爷，没病。进去有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一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着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。此方天地一切逻辑，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糊了，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
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！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你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那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我当这酒中仙。未来酒仙的酒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百里东军，铜球考。这合适吧？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！不错，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，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涂大有点贪心啊。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，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。
失态了，失态了！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双，造的刚刚好。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曲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这肉如何。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尝尝吧，诸位。多少点果？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？叶鼎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鼎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，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鼎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到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南绝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你不是最讨厌这段场面，以为你完成了出世，便不会再出现了。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哎，雷兄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叶鼎之、叶落霞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高手？这些选项中怎么没有你啊？你让我怎么选？不愧是自家兄弟啊！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是叶鼎之，还是叶落霞，还是我？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兄弟？叶鼎之，你有病啊！不，实话实说而已嘛。你现在啊，要是想要震惊全场，还太早了。哎，你们到的可真早啊！哈哈。没有我在，你们一定很尴尬，你们一定很没有话聊吧？那可不是，2位公子已经并排站了小半个时辰，彼此就说了一句话。正常，放心吧。一会儿呢，就由我负责来把控这全场。他们2个太没劲儿了，要是由他们来介绍规则，底下的人都紧张死了。而我可就不一样。你是不一样，你可以从早说到晚。他们困了，自然就不紧张了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行了，你们16个人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试，
根据我们中式的规则，你们必须4个人分为一队，一共分为4队，每一队拿到一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最终的事物。谁先找到这条事物，你们就可以拜入学堂，而师傅就会在你们4位中挑选1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。当然，仅凭一条线索就要找到最终的事物可不容易。如果你们能凑齐4条线索，相信答案将会清晰明了。所以打败其他小队，夺得他人的线索，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。那靠什么组成小队？需要抽签吗？自己选吧。自己选？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啊。要不咱俩一起？你们确定这段时间还不熟悉彼此吗？谁的剑术好，谁的毒术好，谁的轻功好，谁又最难对付？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？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们所有人的来历，查得到的，查不到的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一个个都是聪明人，别在这儿装单纯了。你们有这闲工夫来这儿抱怨这些事儿，还不如早点选择自己想要选的人。毕竟时候不早了。周末，你提点的太多了，半个时辰，开始吧。让一下，让一让。叶兄，老哥，让开，让开！来，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吧。这叶鼎之还挺受欢迎。等等吧。几天前，叶鼎之在城内阻止了一场械斗，武艺之高，震惊天启。这你都不知道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姐，是否愿意同我组队呢？是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但既会奇门遁甲，气息如此相似，不会有错。他若来了，事情便麻烦了。怎么，小姐另有打算啊？我若是另有打算，你莫不是会有意见？哼，自然不会，只是希望殊途同归，能在终点跟小姐相见。现在可麻烦了。等等吧。叶兄，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的考虑一下。叶公子，叶兄，来，叶兄，看来你的好兄弟要比你更受欢迎了。我有一份详细的计划。扛揍我体力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肯定比他强。叶公子，给我一个。你要我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2个组队吧。我们？姑娘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？你不要多想啊！我选你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。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我看了这一圈考生，对你很顺眼。虽然这么说没问题，但是我……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的考虑一下吧。叶公子，叶兄，哎，烦请各位让一让，多谢各位的抬爱啊！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公子，多谢多谢，我选。叶兄，叶公子，想不到你会选我。请让让，我选你。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你长得好看。行吧，你也不错。我听你们说，长得好看的人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诸葛云长得倒是不错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只可惜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下夏侯孟定，愿和2位结成一队。在下赵玉甲，也想和2位结成一队。我知道你
你是那个变戏法的？在下会御兽之术，在这天启城中赫赫有名。我也会御兽之术，江湖之上别无对手。我说兄弟，你是故意和我作对吗？如实所言罢了。那我们就比比。太乙狮子诀，他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看来这一次考生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怎么样，你的兽还育不育了？不育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止会变戏法。告辞，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，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选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，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精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他们4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，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傅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傅会选叶鼎之，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
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傅，师傅。下一场比试的地点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雪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。分别藏着未申酉戌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一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，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。到时候，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1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1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一个人上来吧。小赌王，自然是我了。抽到未时的人是最早出发的那一波，可抽到戌时的人还要等3个时辰，在这3个时辰间，他们就可能已经找到答案。所以比试现在就开始了。申时，不错，率先出发难免会沦为众矢之的，申时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不愧是小赌王，厉害！你还挺会拍马屁的。你一定单身吧？闭嘴吧你！你说魏时会是哪一队啊？魏时，这儿。魏时。酉时，戌时，魏时的队伍出发吧。好可怕的对手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你又不用考试。
赢了的人会成为我们的小师弟，可我不希望跟我们做师兄弟的是这个人。连我这样的师兄，你不都忍了这么久吗？我才是师兄。行，你是师兄，本来就是。你自己疯的。大同志，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浪费了我这招声东击西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就打吧。4个打1个，还怕我们拳头不够硬吗？你跟他对一拳，就知道你的拳头硬不硬了。虽说我刚踏入江湖不久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此人为逍遥天境，咱们几个金刚凡境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不是金刚凡境。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拜什么师啊？谁说我是来拜师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丑角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拜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真是个烂点子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儿。前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，所以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，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。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
专心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坐着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一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？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手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尸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！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许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，现在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无名小辈。
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，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境。临兵斗者见阵列前行。九字真言，有趣。这是不动明王宫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逆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动你心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，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登场了。山雨来风满楼，红烛动，莺摇曳。秋水时节，百川关河，清流之大，要死若鸦之间。快意，谁能把渔舟留在风里？谁闻萧瑟声，倾城快追思念，一去无心舟，一听燕州雪烈，何须刀剑悬？只盼星挂梦前，我就无生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
谁闻萧瑟声，倾城百转思念。你所说的大道我还没有找到，但我只能沿着你的路再自己找。只盼星挂梦前，因壶中生死相许，复还世间变幻。谁说年少狂，不知天外有天，就满阴云之。只要四海看见，细说江湖险。心若浮躁沧海，我就不生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谁的面具赤手遮天，谁的颜色忽隐忽现。就在前方正气显幻，佛在龙潭一世深浅，凌波敢步不一剑，仙怒马豪气当前，中传说自古英雄。这就是西楚剑舞。出少年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啊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定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：天不出朱雀离泣，君不见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取法宴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，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